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做金屬表面質感的方法。那我們今天會着重在於敲擊的部分，比如說用錘子直接在金屬表面做上一些花紋，或者是說像這樣子的印記的，或者是像這樣子敲花用的簪子，也可以拿來做一些金屬表面上面的質感。然後甚至像這樣子的圓衝也可以，主要就是用比較硬的金屬去敲比較軟的金屬，你就會得到一些不同的質感。我這邊有一些已經做好的一些 sample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這邊全部都是用黄銅來做我的樣本，然後我等一下稍晚我會示範染色的效果。染色上去以後，它的這個紋路的質感會更明顯、更漂亮。那我現在是還沒有染色，我先給大家看一下这個我用不同的方法去制作出來的質感。像這樣子比較有點像雨滴的，像這樣有點像下雨的痕跡的質感。我是用這樣子的那個鉚釘錘，這種鉚釘錘去敲出來的，它有一個這個扁的面。這個扁的面，它就可以製造出一些線條的效果。當你把錘子拼上一側的時候，它的重心就會着重在這一側，然後延伸出去，它的效果就會像這樣子，頭重腳輕的感覺，就是像雨滴，像下雨這樣下下來一滴一滴雨滴的效果。然後，像這種水波紋，這種是最普通最常見的。大部分都是利用鐵錘的圓頭，或者是說用圓衝。那圓衝有分大的小的，那不同的圓的大小敲起來的那個圓形的面積就不一樣啊。這個也是比較一般、比較普遍大家常用的質感。然後再來是這個是我個人最喜歡，或者是應該說我最常使用的。我來做葉脈的效果，或者是做一些花瓣的那個紋路的時候，我就會用這個質感。這個是我用斷敲錘的這一面，就是拿來做延展金屬的這一面尖頭的，用這一面來做出來的那個效果。它的效果就很像是一個它敲下去的紋路就有點像馬眼形的這個效果。然後它在重複堆疊以後，你會看到金屬被擠壓出去，然後因為相互堆疊，所以它一個擠一個，一個擠一個，然後最後就會擠出這樣子的紋路。所以我們有時候在說我們在做金屬表面上面做質感，我們會說我們把金屬擠出一些紋路，就是因為它不是不見，金屬沒有不見，它是被擠到外面去。那一個洞跟一個洞中間，它又相互擠壓，所以它就會呈現一些比較特殊的效果。這個是我最喜歡用的。然後再來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像這樣比較隨機的感覺，它有點像是牆壁斑駁的質感，很像牆壁剝落的效果，或者是說鐵鏽金屬上面鐵鏽的感覺。它是用像這樣子的質感錘去做出來的效果。那這個質感錘是我們自己做的，就是你去買一把便宜的，就是普通的錘子，五金行隨便買到的錘子，然後你用你的鑽石磨頭去切削出一些不規則的痕跡。那它敲在金屬上面的時候，這些傷痕就變成了金屬的印記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製造一些自己獨有專屬的質感，你可以試試看自己製作質感錘。再來跟大家分享，像這樣子你看到的比較有點像是某一種花紋片去碾壓出來的效果，或者是感覺好像鐳射雕刻雕出來的一個比較整齊、比較有秩序感的一種花紋。它是利用敲花簪跟印記敲出來的，就是像我們這裡有一些這種數字印記啊，或者是英文字母的印記，還有
比較特別的是有一些花紋的印記，這個都可以敲出這樣子比較特殊的、比較可愛的符號。那它比較特別的是，剛剛講過這些質感錘的敲擊，它是比較屬於隨性的手法去製作的。那你如果希望你的東西看起來是一個很有秩序的花紋，那你可以用剛剛講的這樣子比較整齊的印記，然後再搭配像是這是我自己做的方格紙，你可以做一些方格紙，然後在你要的位置上面，敲擊印記，就是重複排列或交錯排列，讓它有一個秩序感，有一個規則，然後你去敲的話，它就可以做出像這樣子，有點像是印花的效果。或者是我去文具行看到這個更方便，這個是紙膠帶，它直接上面就有方格，而且它的方格竟然跟我的方格一樣大，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。所以你可以自己製作不一樣的方格，然後去大小不一樣，然後你的排列就會不一樣。好，我等一下會示範幾個，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這些做法。那首先呢，跟大家講我們在做這個質感敲擊的時候，一些必要的工具，一個就是鐵砧。然後，如果大家在家裡製作的話，鐵砧是必要的。然後，如果你希望它的聲音小一點，你在敲擊的時候聲音可以小一點的話，你下面可以墊一個膠板，或者墊一個不要太軟的一個橡皮墊，它可以稍微吸收一點聲音。然後再來是你的金屬片，我今天用的都是黃銅。那大家應該都知道，黃銅是我們首飾裡面常用的金屬裡面比較硬的材質。那大家可以不需要用到黃銅，你們可以做飾片的話，可以用紅銅或者是銀來製作。那個，因為金屬比較軟，所以你敲下去的痕跡會比較深刻，比較明顯。我以後要做首飾的時候，我就可以直接對照我的飾片。看我這個風格是需要哪一種紋路，那我就可以直接用它的工具。我甚至可以在這個紋路的背面寫上這個工具的名稱，或者是你直接在你的工具上面編號，然後寫上對應的編號這樣子。首先我會先用這個方格紙的紙膠帶來製作我的這個定位的貼紙。我撕一小段起來，然後它可以順便幫你把你的金屬板固定在鐵砧上，就你在敲的時候，你就不用擔心金屬板一直會滑動。好，我把它對齊。因為它不夠寬，所以我剪了2段，然後把它對齊。因為它有格子嘛，你可以把它打在格子裡面。然後比較準確的做法，我是覺得說打在十字線的中心點。你對在十字線的中心點會比較，我覺得位置會比較準確。那基本上稍微偏移一點，視覺上都不影響。好，比如說，我現在要在我剛剛說的這個位置，就是它的交叉點，做我的印記。然後你可以在除了同樣一個印記的花紋之外，你還可以交錯不同印記的花紋。然後我覺得我是建議都做在這個十字線的中心點，然後這樣子接續下來，它會排列的比較整齊。然後我們在敲打印記的時候，你可以拿普通的鐵錘。我們通常金屬敲金屬，我們都會用不傷金屬的錘子，但是有些除外，就是像這樣子的印記，它是需要用金屬錘去敲的。大家敲擊這個面，它是不怕它受傷，因為它本來就是要用來敲擊的。所以你在敲擊這個印記的時候，我會建議你用普通的金屬錘就好，比如說像是這種普通的錘子，或是我剛剛拿的這個小方錘，這種也可以。那你如果拿這種膠錘或者是牛皮錘，它的力道就會顯得比較弱，因為它會有一個彈性。
敲印記或者是敲花簪，好，我們都會用金屬錘。我現在在這個十字的地方敲我要的符號。那敲的時候呢，像這種印記啊，我在敲的時候，除非你第一下、第二下就敲得很大力，那我如果不想要製造這麼大的聲響的話，我會上面輕輕敲2下，前後左右各敲1下，那我的印記就會很深刻，就是它的四面八方都會敲得到。再敲一個。然後用这個紙膠帶貼緊也有一個好處，是因為這個金屬在我們敲打之後，它會彎曲。那有膠帶，它可以稍微幫你把金屬拉住，讓你在做的時候不要這麼麻煩，就是你要一直壓它。然後我很喜歡在我的這個敲擊的符號中間加上一個逗點、句點啊。加上一個句點，讓它感覺有一個分隔的效果，然後又不至於這個符號太擁擠。那大家可以自由發揮。好，那個金屬已經有點變形了。來，我們今天就先大概做到這樣了，等一下可以看一下效果。然後剛才忘記跟大家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們的這些金屬要在做敲擊之前，不管你是要做斷敲錘的質感，還是做印記的質感，你都必須得先退火過，金屬要軟化之後，你再去敲，它的質感才會比較深，不然你花了力氣，可能就最後都是白敲，因為根本敲下去根本沒有效果。你可以看到我這個金屬上面的火紋，就是這都是退火過的，然後還沒有自酸。好，那這個是我們剛剛敲的，你這樣子就可以大概看出它的那個規律性，跟它排列，它其實可以排得很整齊，所以這個就是印記敲質感的做法。然後再來是斷敲錘的用法，因為剛剛已經跟大家介紹過，我有用了其他的錘子敲出來的質感。那這一支質感我還沒有做過，你可以看到它這邊的頭是，因為它是一個很便宜的錘子啦，所以你還可以看到有分模線，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凸出來的一些金屬，就是它就是一個很粗糙的一個質感。然後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，如果比如說像這個錘子，它充滿了生鏽或者是粗糙面，那我們敲在金屬上，它就會是生鏽跟粗糙面。那如果說我今天用的是一個很光滑的拋光的鏡面，它敲出來就是拋光鏡面，就意思就是說你這個錘子是什麼樣子，它下去就是什麼樣子。那我想要試試看這個凸出來的這個面，它可以製造出什麼效果？那這個金屬稍微敲一下，它就會變形。稍微把它整回來，給大家看一下。雖然這樣子的效果比較單一，但是你可以靠着這個錘子的，就是你敲的時候的這個疏跟密。就是你可以稍微鬆一點、鬆散一點，或者是靠近一點，它的效果也會不太一樣。再來是這個圓錘的效果。這個圓錘的效果跟我剛剛給你們看的這個圓錘，找一下。這兩個效果也不太一樣。我這個錘子是稍微的圓的頭小一點，那這個圓錘的頭稍微大一點，所以它其實些微的差異，它就可以製造出很多不一樣的效果。再來是這個
這一支我沒有用過，我之前是用這一支，你可以看得出來，它們兩個的寬度有一點不太一樣，但我覺得效果應該不會差太多。其實效果很不一樣哦，給你看這個，來看一下，它效果很不一樣哦。因為這個的面比較長一點，所以我是整個面下去敲的。那這個像雨滴的這個效果，我剛剛有說過，我這個是有稍微偏向一側，讓它頭重腳輕，所以敲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。然後，所以意思就是說，就算是差不多的錘子，你只要手的姿勢不太一樣，它敲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。這個放射線的線條，我覺得還蠻漂亮的，我把它做滿好了。啊，這個效果不錯，蠻漂亮的啊！再配上我後面這個火紋，看起來好像極光哦。好，那這個有點變形，有用膠錘輕輕敲，不要敲太用力，來把你的那個紋路都敲平了。好，這樣子。那我們等一下呢，就會跟剛剛做好的這些飾片一起去做染色。